龟哥，不是上班了吗？怎么回来了？他那个宿舍里面打呼噜，那个爆竹哥打得太响了，受不了了。受不了就回来了。对，坐。在那边工作怎么样？可以啊，郭哥，他那个特别轻松，就焊一下就可以了。轻松，就是晚上睡觉那个人在打呼噜，所以受不了就跑路了。对，哎，跑路你要提个红桶啊！你不提红桶哪里是跑路？那些行李那些都跑丢了。嗯，行李那些都跑丢了。行李都跑掉了。那你跟哥哥差不多，去了拿个蓝桶，不到2天就跑回来了，还说他是体验工厂生活。没办法，他那个打呼噜跟那个鞭炮一样，砰砰砰的。我当时睡着了，然后就，睡着了，然后他那个回去肚子还是嘴，使劲使劲跟那个鞭炮一样。回去，晚上直接这样子来塞住啊！你怎么懂这些高科技？哎，没办法，我太难了，这鞭炮哥太猛了。太猛。对啊。那还要不要继续给你安排？可以啊，郭哥，你安排的可以啊，郭哥。那接下来是怎么安排？先看着办吧，哎，安排个差不多的跟那个场，但是不要那个鞭炮哥。这个事情就是安排过去，他不知道哪一个人打呼噜，然后呢，你那个打呼噜的话，你就看一下找一个工厂管理或者人事部这边调一间宿舍，你跑过来的话又跑来跑去的就麻烦。我前面就是跟那个主管说了，他说只有那一个宿舍，我也想换一个宿舍，或者是他换或者我换都一样，然后就那个了。这个工厂呢，确实干活不累。对，确实不累，你焊那个就行了。对，所以呢，你说葫芦这个声音呢，那确实是没办法。这个我们宿舍是有限的，所以呢，它调不了，那没办法咯。那接下来的话，我再重新给你安排一个咯。可以。我跟你讲，现在工作不好找，基本上都饱和了。你再挑一下，那真的是要放长假了。放什么长假？那这是没活干啦，这就是放长假。这样啊，这么你知道什难吗么就是躺平吗？三哥说的要躺平了。确实啊。喝点啥呢？这有水果啊。可以。搞个猪脚饭给你吃了。可以，郭哥。然后再给你重新安排一个。OK，可以。OK 啊。没事啊。没事。没事就 OK 了。